今天呢，非常感谢 B 站的邀请，让我有一个可以独家对话张凌赫的机会。你肯定好奇了，你说现在这 UP 主都这么颠了吗？小林、张凌赫、张凌赫、小林，八竿子打不着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张凌赫最近刚拍了一个新能源的公益探访片，就是去看一看风电、光伏等等这些新能源的产业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会从张凌赫的视角一起去看看这个新能源的发展，还有一些张凌赫对财经的想法。Hello， 你好，哎，不是，你好，怎么会想到要拍这么个片子呢？当初在想做这个事儿的时候，只是想做一个公益项的项目，希望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关注度，让大家去了解到公益方面的项目。然后还有好几个项目，为什么选择这个？是因为这个项目可能跟我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会比较像一点，背景比较契合一些。对，第一个我是学的电气工程，第二个我平时看的一些视频啊，都会比较偏向于能源、科技。对，正好有这么样一个项目，跟我的兴趣方向契合，又能够达成公益的一个效果，所以说就选择了嘛，一拍即合了。对 OK 没错，因为你是学这个电气工程的嘛，是。我想问问你，就是在去拍这个片子之前，对这种绿色能源、清洁能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想象？然后实际去的时候，跟你最开始的认知一样吗？刚开始去的时候跟大家都一样，对这方面的了解仅限于说最近好像新能源汽车比较流行，然后新能源板块的那些股市会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后来去了之后才发现，其实这个行业不仅仅是体现在这个方面，其实他们的一些社会上面的价值也非常高。咱们国家在这个板块做的一些基建也非常非常的完善。对，其实中国的电应该在全球都是非常非常稳定，尤其是绿色能源。你拍的这些东西里面有哪些是你觉得哇好厉害、好震撼，就是完全突破你之前认知的？第一个场景就是我们第一次录制去的就是海上升压站。它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海上风电场，就是那个大转的、那个。对，我以前在视频里面看到的那个风机都很大嘛，但是没有切身的体会到，是真的想象不到。你有看过吗？我没有去拍过那个，但是我们去拍过一个海上的钻井平台，就是它那一种有那个给地下加压的那种，加到6000米加压的那种东西，真的有一点那种巨物恐惧症的感觉。是，就是这种感觉，真的是一个很科幻的场景。就是叶片有多长？80多米好像是，80多米，40根米，太夸张了。如果有机会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，真的不一样。如果说让你选择一种能源来形容你自己的状态，你觉得是更偏这种稳定的火电呢，还是更偏就是有潜力的这种风电啊，什么新能源？现在的状态是吧？或者你可以说说你的心路历程，比如火之前、爆火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？如果说现在的状态最像的光电吧，光伏，白天工作。晚上休眠。你平时有没有一些充电的方式？自己给自己充电？我会喜欢捣鼓一些手工的东西。我有看你买了很多相机。对，相机是你很喜欢。我喜欢参数。你喜欢参数？我喜欢研究参数，我喜欢看一些原理的东西。有时候看的不过瘾的时候，就把它拆掉。自己拆。对，看它里面内部构造到底是怎样。我很好奇，你会喜欢干这些东西吗？做手工，我特别小的时候会给娃娃做衣服，但是涉及到什么拆电视这种事儿，我觉得那是享受那个衣服做成的那个成品，还是说是它缝纫的过程？就是完成这件事情的过程，然后会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想法施加在这个作品里，成就感。对，反正我是这样子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也一样，就是挺喜欢动手的。是啊，我们频道主要是商业财经嘛。你今天过来，我也想没有，就是想问问你，平时有关注这种商业财经领域吗？我跟大家都一样，我平时也会买一些。真的吗？对，我会买一些。这个能说吗？能透露一下平时关注哪些领域？我是初学者哈，也会有高有低，有高有低的时候。我没有建议，没有任何建议，随便聊聊。这是自己的爱好。对，我会每个板块都会有一点。就是分散的这种思维。我很害怕在某一个地方会集中，万一跌了就全都没了。其实有点像买大盘的感觉。都会有。前段时间那个不是很火吗？半导体，好像我进去之后它就对。你的投资是偏长期持有，还是说会经常看哪块波动比较大？我会分比例。这么那个专业的思维。会60%-70%可能就是保险的，会比较长期。然后10%可能就基金一点。你学过这个吗？还是就是自己看完自己研究？没有学过，没有学过。对，如果把你的演艺事业想象成一家公司，你觉得你现在是处于什么阶段？想象成就比如说这个公司最开始是初创，然后一点一点长大，然后最后可能上市了，再稳健的发展，就这种感觉。还是初创？还是初创？刚冒头的新兴公司。这么火了还初创吗？还年轻，我才多大？刚刚冒头，得到很多的关注嘛，大家可能在板块上面可能是一个新的
你还是太谦虚了，我觉得。真的，因为这时候还不稳定，刚冒头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能量去注入进去，需要创新啊，需要这些东西才会让更多的投资者进来。那你觉得你最大的优势，或者说你的核心竞争力，就是你演员这个事业想象成一家公司的话，你觉得是什么？刚刚说了创新肯定是的，创新得让大家看，得让投资者看到你这个公司是有前景的，是有潜力的。第二个就是学习能力吧。学习能力，你觉得对于一个演员来说，创新意味着什么？业务能力上面你得有进步，就是演戏的专业性。演戏的专业性、情感的共鸣，然后剧本的解读、角色的解读都得是有进步的，这是学习能力。第二个方面是角色的不同。不同角色，对，你得让观众看到你可以演更多的角色，而不是说只是单一类型的角色。那我有个问题有点好奇，我不知道方不方便问，因为你不是科班出身嘛，你是电气工程，对，转行到演员这块的话，会不会觉得自己比那种科班出身的人有劣势？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有点像至暗时刻？会有。会有，肯定会有，因为科班出身，他们毕竟学了3-4年的专业生态型表。我非科班出身，这一方面是匮乏的，就需要去在剧组的过程当中去学这些东西。但是好也好在我以前的专业、以前的系统性的学习，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就是我会去反思、去学习。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，就是我看到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，我会有好奇心。我也观察到，我会去好奇它的原理是什么，这一方面的东西就会促使我去学习，不断的去吸收新的东西。对，我发现你确实是一个，就是会往那个原理，因为我看你在片子里面，比如说有一个工程师跟你说这个电压是什么，比如说300伏或者是多少瓦，你就会问，哎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然后他给你讲那个叫什么抽水蓄电啊，是，对，你会抽水蓄电站，对，有很多原理这方面的东西。我是一个搞不懂原理我会睡不着觉的人，可能跟以前也是学习习惯有关的。以前我们做一些题目或者说搞一些物理原理的时候，都会去想为什么会有这条定理出来，或者这条定律出来，都会想过为什么。如果不把这为什么搞懂的话，真的会夜不能寐，就是会很不舒服，让你很不舒服，很不爽。那你觉得像演员，因为很多时候你是要感受这个角色，感受情绪，它其实跟这种理工原理思维还是挺不一，在我感觉里会很不一样。是，但也有共通的地方。怎么个共通法？你比如说你人做一些事儿都会有逻辑，基于他前后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还有基于他人物的性格，都得放在心里边，而不是说只是当下的感受去演，这只会延茶，会前后不接戏，所谓的。所以你是会通过理解这些背后的一些原理，然后更深刻的传达这个情绪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感觉。对，没错，你得把整个人物的逻辑捋顺了，你表达出来的那些画面才会贴合剧里面的角色吧。那如果说放眼你的这个职业生涯、演员事业，你觉得花在哪上面的时间和精力不会贬值，会产生更多价值？就是什么是稳健投资是吗？差不多这个意思，对。观察生活。观察生活。对，就比如说参加这样的项目，我走到很多不同的工作当中去，跟他们去相处，跟他们去生活，这种对于演员来说啊，就是对于演员这个职业来说，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事儿。万一我以后在角色的塑造过程当中需要去运用到一些生活上的细节，这样的一次经历就会带给我很多很多的经验。那你就比如说演像古装剧那种的话，你会怎么去感受这个角色，或者是通过生活方面的什么观察会辅助你去演古装剧？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了，你不管是古装剧也好，年代剧也好，现代戏也好，或者说更多的线下所谓的那些剧也好，它都是人嘛，你观察生活一定是没错的。越生活化的东西带到戏里边，大家会觉得你这个角色越真实。它其实不是1对1，就我观察这个职业，我演这个职业，可能是更多元化的那种感觉。没错。那这次就比如说拍这个绿电这块，这些工程师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启发？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像王宫嘛，他在面对镜头的时候，他会比较可以说是害羞，有点拘谨，我觉得这很正常。言辞上面也会比较就是保守，但是没有镜头跟他私下聊天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。其实这个东西你也可以放在戏里边。你的意思是，就是当你演一个这是不同的人物关系啊，对啊，这是不同的人物关系啊。就你面对一个比较公开的人的时候，这样的性格的人他是会往内收的。但是如果你再回到家遇到自己的亲人的时候，说话什么又会变一种风格。这其实就是人物关系带来的不同的那种处理方式。哇，这个还是挺有洞察的。你觉得拍了4-5年的戏，你最大的成长是在哪方面？最大成长，对，以前是个理工科的男生，后来拍戏之后会慢慢的去想
情感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去表达的？你在面对不同的人的过程当中，会不会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事情？或者说你在面对一件事儿的时候，有时候情感是大于逻辑的。就比如说投资，我买东西，站在理工科的角度，我会分比例去投资不同的板块和不同的比重、风险啊、稳健啊或者激进这些东西。但是基于情感的角度，你万一哪一天收到很多的消息，这个是风口，那个是风口，这个非常好，这个情景非常好，你就会有一种冲动，我需要去踩这个风口。你会有这种？我当然也会，我也是个人，我也会有这种就是倾向了。这时候就是得平衡嘛，你既有情绪，但是你又得去用自己的理性去把它拉回来。对，其实说最厉害的投资者，一般都是非常善于跟自己的非理性做斗争，非常善于把控这种情绪。快问快答。如果只能选一个，你是更愿意选无限能源还是无限财富？无限能源。无限能源。无限能源就是无限财富。OK， 好。如果选一个词来形容能源行业，是风口赛道还是国家基建？国家基建。你花钱的时候是更看重性价比，还是喜欢就好？喜欢就好。OK， 第一反应啊，理财最重要的是收益还是安全？安全。安全。人生最重要的是收益还是安全？人生最重要的收益。收益。收益。哎，这还真不一样。不一样。不一样。你这有点像投资之前做的那些小测试。做那个小测试。对。我想让你抽几个不同的情绪，然后来教我演一下。教我演一下，因为我是不会，我只会对着镜头笑哈哈，所以我随便抽一个是吧？对，你抽一个，这里边有好几个。这是什么？破碎感。破碎感。那 OK， 对着这个机会，你可以教我一下，就是怎么，就比如说哪儿要使劲儿，脸要怎么样能演出这种感觉？就是或者你内心是城市化的破碎感哈，就有一些小技巧吧，就可能就是破碎感，首先得稍微低一点头。这个不要仰着头看人，比较实用。OK， 对，稍微低一点头，然后要上目线看人，但是不能压眉，眉毛得抬起来一点，就是那种楚楚可怜的感觉。我试试。你试试，你试一下，眉毛抬起来一点点。很难啊，很难啊，太难了。但是这些东西都得就是有前后的，有前后逻辑才成。那再来一个看看，我来，这挺好玩的。心动的感觉。心动，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卧蚕。最重要的是卧蚕。就是面对镜头的时候要眉目含笑。眉目含笑。但是不能咧嘴。没有人心动是这么心动的，对吧？就眉目含笑，就是有微微的一点开心的情绪，然后眼睛要盯着它，要睁大。但是不能有那种用力的感觉，眉毛要放松，你的卧蚕最好是可以有一点卧蚕，对，有点卧蚕，就是其实是眉眼在笑的感觉，没错，有点姨母笑的感觉，是不是？也是一种心动嘛，也是一种心动。I say